深圳楼市风云突变，一向被视为房价帝王的龙华区，竟出现新房7折大甩卖的景象。上周末，卓越郡一府在龙华上塘片区开盘，主打低价高性价比，89平米3房户型狂降至411万元，比周边二手房低近100万，可谓是天价白菜。但就连如此诱人的价格，最终也只成交305套，剩余400多套无人问津，去化率仅40%，令人触目惊心。卓越郡一府是深圳知名开发商卓越地产在龙华板块的新作，曾经傲视群芳，被誉为龙华帝王。上周末，这个被誉为龙华平民盘的新盘疯狂狂欢，开门红就打了87折大酬宾。具体来看，89平3房户型开盘总价惊人的只有411万元，比周边二手房低足100万元。单价4.6万每平米，更是将豪宅新盘拉低至普罗盘价位，直逼沙井、光明刚需帝王的低价水准。一线豪宅新盘打了这等狠的折扣力度，可以说是近年来罕见。但就算如此，郡一府的705套房源仍然只卖出305套，去化率仅40%，远远没达到开发商的预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名门证券的豪宅新盘在疯狂败价后还是不太受待见？原来幕后另有隐情，地段作怪，杀伤力惊人。如果你亲自去探访郡一府，就会发现这个号称帝王的项目其实隐藏了几个硬伤。第一是地段问题，郡一府位于龙华和大浪的交界地带，从板块划分上说是上塘片区，但从街道管辖上看，属于大浪这侧。所谓龙华帝王，其实是偏离了龙华中心城区，更接近大浪的城中村一带。项目周边除了密集的城中村，还有不少即将拆迁改造的老旧小区。简单说，就是一个杂乱无章的过渡地带，很难像传统的龙华新盘那样享受到优质的配套资源。其次，郡一府周边的新房和二手房存量也达到了惊人的规模，给这个平民盘的销售带来了巨大压力。就在郡一府附近，港铁天颂、鸿荣园上郡、乾隆万海宁等知名新盘都已进入了二手市场，且价格战一触即发。有89平中层住宅，业主公开报价508万元的标杆价。更可怕的是，离郡一府仅一路之隔，就有唐城 Next Town 这个1300套房源的超大盘在观望，一旦入市，必将对郡一府形成围堵。可以说，从地段、存量等方面来看，郡一府严重缺乏竞争优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如此暴力的让利之下，仍有60%的房源无人问津。除了区位环境和市场竞争等外部因素，郡一府自身也存在严重的短板，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开发商的资金问题。有迹象显示，卓越地产资金链并不太乐观。卓越在龙华上塘的另一个新盘博弈府就出现业主投诉、工期延期的失控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资金链断裂。情况更严重的是，郡一府的装修标准和配置也比上一代一府系产品大幅缩水，其中智能家居等高端配置被无情砍掉，反映出开发商为了降本的窘境。换句话说，这个帝王新盘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股资金链濒危的味道，开发商为了保住最后的现金流而不得不疯狂让利，但最后的结果却是进退维谷，麻烦缠身。此前官方披露的一季度数据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郡一府的呼吸困难。3月2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至2月份的房地产数据。从数据来看，一季度开门黑的局面并未扭转，行业的阵痛仍在持续。1至2月，中国房企投资环比下降 9%， 住宅投资更是下降了 9.7%。虽然国家统计局强调数据跌幅收窄了，但事实就是投资增长一直处于负值区间。这也正是遭受资金链危机的开发商打折出售、重新开启自救营销的重要诱因。更可怕的是，
央行披露了去年2月份房贷增量为负的情况，这预示着即使有新房成交，也远远追赶不上老房贷的还款，银行贷款出现了净流出。总的来看，1至2月份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20.5%， 销售金额更是狂跌 29.3%。无论1、2、3、4线城市，还是东中西部任何区域，大家对买房的积极性都在大幅降低。对于这些阵痛迹象，国际评级机构也依次发出了自己的警示。标普认为，2024年仍将是商品房销售的筑底之年，但幅度或将缩小至 5% 左右，而惠誉更是称，2024年降幅将落在 0% 至5% 区间，规模约在10万亿元左右。两家机构都预计，中国房地产市场将进入一个缓慢下行的新常态期。事实上，如果连曾经最火爆的一线城市都出现了卓越郡一府这种暗淡的景象，那房地产寒冷却是难以避免。高库存、高杠杆导致的双高病症持续发作，是中国楼市近些年最大的痛点。有人说，郡一府的疲软只是个案，开发商自身的问题而已。但如果整个行业的基本盘出现了动摇，开发商恐将陷入困境中去。资金短缺带来的投资意愿降低，产品质量下滑，最终都会反过来伤及消费者的购房热情。这种恶性循环恐怕很难在短期扭转。郡一府这出闹剧不啻于一面透视镜，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房地产正在艰难扭转的阵痛。曾经傲视群芳的龙华地王，如今也沦为一个普通平民盘，不得不拼了老命去卖房子。这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无可奈何。据统计，2024年2月份，中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暴跌 39.6%， 更有31个大中城市出现了当月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跌。一边是卖家拼命甩货，一边是买家步步紧逼，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双方都遭受了重创。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1至2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9%， 住宅投资同比更是下滑了 9.7%。这些投资数据的下滑，直接导致了2024年前2个月中国房地产从业人员就业人数同比减少超过38万人。整个行业的萧条无情传递到了就业市场，无数家庭陷入生计困境。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的资金链危机也达到了白热化程度。2月份房贷增量出现了近3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意味着还贷人数远超放贷人数。在此背景下，很多开发商已经陷入了无力回天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仅2022年就有126家房企因债务问题破产或被查封资产。规模更大的恒大、阳光城等开发商接连暴雷，更是让整个行业蒙上了一层阴霾。一线城市的情况并不比3、4线城市好多少。以深圳为例，2024年2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同比暴跌 54%， 比同期中国平均跌幅还高出近20个百分点。就连号称行情火爆的龙华板块，也出现了像郡一府这样的滑铁卢。置业顾问无奈地表示，现在就算是高折扣，地理位置好，大家也不愿贸然出手，谁都在等房价跌到最低点。受此影响，龙华一手房、二手房价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调。数据显示，去年全年龙华新建商品房价格下跌 5.8%， 二手房价格下跌幅度更高达 8.9%。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日益受到压缩。调查显示 68% 的开发商利润率在 10% 以下，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与日俱增。为了保住最后一线生机，一些项目不得不拿出超低价、高折扣的杀手锏营销。以郡一府为例，一度将89平三房单价拉低至 4.6 万每平米，比临近二手房低足足100万元。然而即使如此，仍有60%房源滞销，购房者的观望情绪空前高涨。
业内人士分析，当前购房者对交房后的后续服务和开发商资金链都高度担忧，很多项目延期交房、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时有发生，让购房者不敢轻易下手。而长达3年的艰难等待期，也让俊逸府等新盘的吸引力大打折扣。加上银行谨慎放贷，一时半会很难为购房者提供有力支持。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即便是业主疯狂让利，很多新房项目的销售情况也依旧捉襟见肘。停滞不前的局面只会让行业的资金链雪上加霜，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泥淖之中。